大家好，我是张大哥。现在我们终于要做这部银色，从嘉义坐专车来找张大哥的 R129 300SL 的引擎测试。那这部车子，首先我们从它的缸压，因为这部车子它已经停牌超过5年了哈。从内装的灰尘的程度来判断，应该是超过大哥不知道停多久，应该是5年以上。好，经过他第一次到大哥来这边，找张大哥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缸压，我们测出来缸压都在7到7.5之间，只有2缸3、4缸是10 kg/cm 平方。这个问题是因为长期没有运转，活塞环干燥，造成它密封不良所得到的缸压。经过大哥运转之后，它的缸压就恢复到正常值，几乎都在13左右，12.5、13。那这个现象代表是它是因为燃烧不完全积碳所造成的，那使得它的缸压都偏高。那这个情况应该要加98的汽油，所以我建议车主这个引擎目前是 OK 的那应该要加98的无铅汽油。那至于说它，因为这引擎 M104 到现在应该超过30年，然后30年以上的老引擎运作正常，但是都会吃一点汽油。原因在哪里呢？是因为不是活塞环的上机油的问题所造成的，是气门油封漏油所造成的。那因为它也不是磨损，是因为硬化密封不良，所以会吃少许机油。那大哥加了一罐大哥觉得测试过非常良好大哥自己也在用的那个添加剂状况改善了所以以后我会建议车主每一次加机油的时候，换机油的时候，一般来讲，我老车我还是建议是5000就换那换机油的时候一定要加大哥跟他建议的那罐添加剂，所以这问题是 OK 的。那这部车子呢，首先给大哥碰到最大的问题，尤其是这种停牌车，那就是油箱。油箱给大哥花了很多的时间。那油箱因为它堵塞的太严重了导致大哥把滤芯拆下来。那我们看到它留下来的都是铁锈那个是不是泥巴，是铁锈，黑黑的，那是像芝麻，它那个是大片的那是叫铁锈。那铁锈这个问题呢，大哥呢就很头痛，也就是说它铁锈是全面性的，因为它最主要是停牌。如果车子有在运作，有在汽油有在循环的时候，它根本不可能有人家所谓的滚石不生胎的道理，就是这样子。那因为它没有在运作，那因为汽油本身会吸水汽，导致油箱下面生锈一片。那曾经我跟车主回报，希望车主找一颗油箱，因为大哥没有把握能够把这个油箱里面的铁锈把它弄干净。后来几经辗转，那油箱后来卖方他油箱他也没有处理好，后来大哥只好咬着牙把我们的油箱这个老油箱把它清理干净经过多次的测试以后，现在目前是 OK 的。所以油箱的部分给那个停牌的车子造成很大的问题，都是油箱的造成的污染。那因为油箱铁锈目前被我清出来了，但是呢，这个车子要继续开，也就是说，汽油有在使用，有在添加，经过一个循环，它就不容易再有铁锈产生了。那这部车子呢，我大哥处理的部分，第一个它的汽油帮浦，因为2颗，它这个R129都是2颗的汽油帮浦，2个汽油帮浦换新，蓄压器也换新。那汽油滤芯也换新，那一直到我们引擎室这边来的话，首先我们看到这个喷油盘
相当干净，相当漂亮。但是它的分油盘其实已经被换过了。我们这引擎是 M103 24V 的，结果它的分油盘被换成绿标的这个M103的引擎的分油盘，结果它出油量会是不足的。大哥已经把它换上我们看蓝标这个是蓝标的分油盘，那所以说才能够使得 M104 的大马力，因为 M104 的马力是226匹，排气量3000，M103 12V 3000cc， 排气引擎是马力只有185。M103 跟 M104 M103 就像旁边这部 W126， 它是 M103 12V， 它是 M104 24V， 同样的排气量，它是226匹，M103 这颗引擎是185匹，所以说它必须要更大供油量，使得让它转换成马力，所以分油盘大哥换回去了，马力才不会辜负这颗引擎的力道。那分油盘大哥已经整修过了，那目前我们看到洗得干干净净的这个分油盘。那至于说它的这个供电的系统供电部分它的分电盘跟导火头已经严重磨损必须换新。高压线大哥也换新了，那高压线它有断所以大哥也把高压线换新。然后这个地方一般来讲，因为它其实这个地方 M104 引擎这个地方是有个卡榫，有一把卡榫，那有个插槽，但是呢，因为都已经断掉了，所以说我们最好是能够把它固定，让它按照顺序排列，也就1、2、3、4、5、6缸。这样这个虽然说我们上面有写号码，至少这个号码的痕迹如果磨损掉以后呢，我们保养厂不会再弄错1、2、3、4、5、6缸照这边排。所以大哥希望在保养厂不要再弄错，也就是说不要让它搞不清楚那这个是很必然的。分电盘、导火头换掉，高压线换掉。那再来就是这部车子因为它已经停牌多年了，我们看到上面这个引擎盖的隔热棉大哥没有处理这个要请车主回去之后，因为这部车主他也跟我讲说，这部车子他从嘉义，他要从开回嘉义之后，他就要开始领牌，开始使用。那所以这里面这个隔热棉必须要把它换掉。然后呢，整个引擎室的部分这个整个引擎室是大哥都已经做清洗保养我们希望说它每一个部分引擎室的每一个部分看起来都是干干净净的，是有个新生命的开始。因为引擎室这个部分，我们如果做汽车美容的话，一般来讲，汽车美容不敢去动引擎室里面的东西。为什么？因为今天不动没事，一动引擎出问题了，对车主无法交代。所以说，引擎室的清洁必须要有熟悉引擎的技师来处理我就把这引擎的整个地方处理得干干净净，然后盖上细油给它保护。我们希望这部车子能够再开个20年。耗材的部分它有一部老宾士的耗材都不是问题所以说这部车子大哥没处理的它的引擎角是极端磨损引擎角一定要换那避震器很不好，避震器也一定要换。那他的这个喷水马达不工作，大哥没有料，因为大哥也没时间。大哥现在手上还有车子在排队。那再来，他的电动窗右副驾电动窗故障，大哥没办法处理。那再来就是他右边的后视镜它遥控电动后视镜也故障，大哥没时间处理。那再来就是它的油量表油量表目前是不动的，卡住了。
你也不知道加多少油，它位置都是一样。那目前这部车子，里面大哥加了2次1000块的油，应该是32加30，60几的话，这油箱是80，但是大哥经过试车，应该会跑掉一半，所以油箱里面应该还有30公升的油。那我建议车主呢，要回嘉义之前就把油箱加满。那至于说它的油针油量不显示故障，是因为它油量浮筒是在那个后座下面，应该在后座，要后座，因为它现在目前车子是硬顶，要把后座打开大概是在这个位置油箱浮筒在这个位置，硬顶一定要拆开之后在这个位置。那请车主到时候把油箱浮筒拆下来给大哥做找人家整修这费用大概是3000块钱。那这个油量就是正常的。那我们就到车子里面来，让引擎发动，来看看它的状况。我们看到它内装这个应该超过5年吧那无论如何，这部车子要重新新的生命的开始。那这个应该要花一点时间把里面引擎室部分大哥已经整理干净了。那就是内装的部分可能要请美容好好的处理一下。OK， 大哥来，因为它这边有按锁启动的时候必须要开按锁，这个按锁灯要亮。大哥就一只手，这没办法。等大哥把2只手先把引擎把它打开吧。OK， 好了，因为它要按锁，所以我要2只手才有办法。OK， 大哥已经把引擎发动了。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油量表是不动的目前我加多少油都是一样这油箱浮筒到时候要拆下来，交给张大哥，请专人来处理OK， 来。时钟会不会转大哥倒没注意。那无论如何，他现在里程数好像码表齿轮好像也坏掉了，因为码表齿轮好像也坏掉了，因为它不可能现在都是短程的旅程的齿轮0000，可能码表齿轮也坏掉了，但是转速表会跑，但是那个公里数不会跑。这个129的这原厂排气管其实声音，这大哥觉得是蛮好听的。不过因为它引擎角是坏掉了，严重了，所以说我一吹油的时候，所以说引擎再怎么样平顺，一吹油的时候，这个方向盘还是会震动。OK， 好，大哥打开冷气，转速。大概目前应该引擎冷现在只有40多度，现在只有40多度才刚发动，所以说，因为它的冷车提速是正常的所以现在是看在900转，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它转速会降到大概在750、800左右。OK， 好，大哥关掉冷气，转速表又回到大概900。大哥踩刹车入倒档，转速掉一点大概在800转。好，P 档 ，OK， 还是900转。那等一下热车以后它转速会掉下来。不过这部车子它的因为引擎它要主要是在控制，最重要要控制冷车加浓。冷车的时候，你像今天天气大概在15度左右，台北。你第一次启动，它一定要油气要加浓，知道台湾话俗话叫 Q new 就是冷气加浓。那这部车子的电脑，它冷气加浓的功能是故障，但是它冷车提速是正常的。我们等一下会看看它转速慢慢掉下来。
冷车提速正常，冷车浆能不正常，也就是它没有工作。它没有工作的时候造成什么现象？比如说昨天是12度台北，那刚发动的时候，它车引擎会抖，会抖动哦，引擎发动都没问题，它会抖个差不多20-30秒之后，就稳定了。那这个是因为天冷，那你没有加浓的时候，就自然会有这个现象造成。如果在嘉义南部的话，可能这个现象就不严重。所以大哥的建议，电脑这个因为电脑这个24月电脑太贵了，一个要1万多块啊，这个小问题哦，大哥倒认为就省掉吧，哦，你至少它冷车提速是正常，但冷车浆弄不正常的话，你在南部的话，假设也不会到10度、12度这个天气，如果偶尔碰到这种情形，那也忍耐一下啊，这个小问题，否则要花掉为了它再花掉1-2万块钱，大哥觉得就算了吧。OK， 好，大哥到外面来，我们看到地上在昨天的杰作，你看到这个地上这个杰作，这是黑炭啊，这是昨天留下来的黑炭，因为它这车子严重积碳，然后经过大哥试车，然后吹油以后，把这个碳都喷出来了。那这部车外表是没问题的哈，这部车只要外表大哥等一下把它洗干净以后，外表就是 OK 的。内装请美容师处理。那引擎的部分现在看起来干干净净，多漂亮。OK， 我们看到这上面有3个表啊，右边是怠速马达啊。对，它的怠速马达的那个超高压坏掉了，大哥换掉了，所以它怠速马达的电是从超高压过来的啊。怠速马达目前5.6伏，这很标准的电压。中间那个表呢0.64，流量感知器换新的校正电压。那最左边那个是 O2， 在修正插压阀的供油。数值是正确的。那最重要，我们来看看那个油箱的状况。OK， 我们现在来看到，这边OK 3.1 2.8，这小数字右下角3.1 2.8，什么意思？汽油帮浦从这边进油然后从这边把油流回油箱去。这整个循环1分钟一定要在2公升以上。如果说没有达到这个数值，代表油箱内油流不出来，堵塞，或者汽油帮浦没力，没有办法把油足够量打到分油盘，然后让让汽油流回油箱。它的数值已经到3.1 2.8，我们看到2.8 3.1，代表说油箱是顺畅的。因为汽油帮浦大哥2颗都换新了，所以这个数值是很漂亮，是高标。也就是说，这油箱目前是 OK。那因为经过大哥试车以后，它变速箱是很棒的，变速箱也不会顿挫。那车主讲说他们没有5档，那是因为引擎马力没出来，你不会感觉到它跳档是顺畅的。然后再加上那个调整 ，OK， 所以这部车子的变速箱是 OK 的，油箱是 OK 的。那记得，也就是说，我们来吹一下油了。我们来吹一下它这个拉杆，你看这个拉杆，这2个头不一样，这个头跟这个头不一样，因为这拉杆它已经断了，大概把它想办法做一个连接用这个地方用连接 ，OK， 我们来试试看。引擎是完全顺畅。这部车子它终于有个新生命的开始我们来看看大哥来放个打火机，它的引擎脚是坏的所以引擎一点点的震动就会传到这个车身这边来。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它引擎的顺畅度。大哥放个打火机，来动都不动，所以这个经过调教以后，这引擎是非常非常的稳定的。但是引擎脚一定要换新，然后刹车油 OK
那大哥的机油大哥都换新了，冷气大哥也换新的啊，冷气龙没重灌。那变速箱油大哥换新的。那因为它这部车的热水阀是 OK 的，也就是说它热水阀并不会串流到冷气系统的冷水道，所以说它的热水跟冷水是独立的，是完全没有交混在一起，所以它冷热是非常分明的。啊，在这一点，再来就是大哥没有更换的，它是水箱，它的水箱水没有更换，那水箱水大哥建议一定要更换那个50%的水箱水啊。其他的这个部分大哥没办法处理了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好看。M104的缺点就这样子。如果大哥也有一部这个车子是4门 W124的 M104的引擎W124我是把这个漆全部都抛掉，把漆全部抛掉，干脆给它喷黑的，看起来就会不会觉得很碍眼否则其他地方干干净净这么油油亮亮这么漂亮就是这个地方把这个漆全部刮，全部把它刷掉的时候喷上黑漆看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OK， 那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了。我们祝这个车主由于对这部车子有一个新生命的开始，我希望他再开个20年应该没有问题的。然后至于说因为吃机油的问题，等一下大哥会建议车主用哪一种那个引擎添加剂，让油封能够软化，能够达到它密封的效果。今天大哥的报告就到此结束，拜拜。